何以问道？志同道合者，便是同路人。至于道，行于简，归于从容。最初的探索，总是性之所至。沉浸于心流，顺应自然，让意识随心绪延伸。在细节的打磨中享受乐趣。从容是松而不懈，渐入佳境；是不疾不徐，不受拘束；是平淡的日子里的舒服自在。以实力深研技术之道，遵循规则，探索一切可能。于动静之间重塑边界，让心容纳更多，让路越走越宽广。稳中求变，让进取与稳定同在。同路者，同问道；同行者，同问道；同频者，同问道。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欢迎各位莅临“万物有道，自得从容”极湖问道系列发布暨问道微酒预售发布会。东方韵致始于问道，心有归处，行止从容。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勇先生登台，为我们开启问道的崭新篇章。有请。尊敬的各位用户、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大家好。那此刻站在这方舞台，我百感交集，心潮难平。那作为北汽集团的首席产品官，那我是问道系列微酒从无到有破茧成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那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问道微酒应运而生的小故事。那在我刚刚回到北汽的那段时间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那无论是我们各级的领导莅临北汽视察调研，包括我们前排也有很多领导啊，那还是海外的贵客来访，大家乘坐的 MPV 都不是北汽制造的。那和朋友们闲聊的时候，听起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起新买的 MPV， 也总是别人家的品牌。那更有不少熟悉的北汽老客户也直截了当地问我，那北汽怎么就没有一台属于自己的 MPV 呢？我们就等着买北汽的 MPV。 那听到这些肺腑之言，我心里是既感到温暖，更多的是焦灼和不甘。那我始终
坚信一条朴素的道理，那就是用户需要什么，北汽就要造什么，市场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大家期待什么，我们就要拿出什么。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奉上了这款倾注心血的进阶之作《问道 V9》，这不仅是北汽在 MPV 领域的开山之作，那更是我们极狐旗下高端品牌问道系列的首发先锋。这是我们倾听用户、读懂用户，进而满足甚至超越用户期待的一份诚意答卷。我们有十足的底气，让它成为中国 MPV 细分市场的一张新名片。那也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叫问道？那“问道”二字源自于北汽“行有道，达天下”的品牌信条，更深植于我们华夏文明的根脉。从孔子问道于老子，探求治国安邦之理，到庄子问道于天地，追寻精神自由之境，再到历代先贤躬身力行，问道于民生，问道于时代。那问道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求知，而是对本心的叩问，对大道的向往，对人生境界的永恒追求和求索。那何为道？道就是规律，是格局，是德行。那《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万物运行之常，是产业演进之理，是为人处世之德，更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道在心中，则行有准则；道在脚下，则路通四方。那何为问？问就是求索，是洞见，是进取。我们之问是倾听本心，洞察用户所需的热忱，是主动奔赴理想，直面未知的勇毅，更是破局立新、精进不休的凌云之志。那我们以问道为系列之名，正是要将北汽行有道，达天下的信念落到我们每一台车、每一次服务、每一份陪伴之中，不断探索并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生征途有风雨兼程，也有山河万里，有事业纵横，亦有烟火寻常。我们希望问道不只是一台代步工具，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载体。那无论是商务接待的礼遇高朋，还是家庭出行的共享天伦，只要大家坐进这台车，就能卸下浮躁，回归从容，真正体会到历尽世间繁芜，风骨自容，驰骋天地万象，大道自成。
那围绕这份初心与理念，我们把问道落到实处，凝练为3层核心之道，也就是经营之道、竞争之道、造车之道，以此打造真正属于用户的高端 MPV。那首先是经营之道，共生共赢，视用户为知己，待伙伴如家人。产品为用户而生，用户的期盼是驱动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那这意味着造车的终点从来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下线，而是用户嘴角满意的微笑。那同时，独木不成林，汽车产业的未来是生态的交显，是产业链的共舞。那我们北汽不仅是汽车的制造商，我们更要做生态的构建者，要做产业链上最可靠的链长，和伙伴一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一，我们要与广大用户共创。问道 V9 不是闭门造车，那在研发之初，我们走访了上千组家庭，深度共创，把大家那份不愿亏待家里任何一个人的朴素愿望，化作了产品定义的原心。我们请用户来当体验官，满足他们必须之上的必须，必须之后的必须，以此作为打磨产品的最高标尺。第二，我们与供应链伙伴共生。在10多年前，我们就和宁德时代、华为等顶尖伙伴站在一起，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打破传统的上下游的关系，做到了联合研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正因为有了这种坚如磐石的合作生态，极狐问道 V9 才能一出生就站在高起点，拥有更智慧的大脑、更扎实的3电、更过硬的品质。第三，我们与经销商伙伴共荣。在我们眼里，经销商不仅仅是终端的门店，更是战友，是家人。市场起起伏伏，我们同舟共济；发展红利，我们携手共享。那问道 V9 预售前后，我们和全国经销商兄弟们反复打磨方案，厂商上下同欲，力出一孔。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经销商心里踏实，用户买车才放心；只有经销商有底气，用户用车才安心。这就是我们的经营之道，以信为基，以长远为底色，让用户获益，让伙伴壮大，这才是真正的行有道，达天下。那其次呢，是竞争之道。我们不盲目卷价格，只用心卷价值。那大家都知道，眼下的汽车市场可谓是卷字当头，但北汽我们有自己的坚守，我们不打伤筋动骨的价格战，只打拼品质、拼价值、拼体验的持久战。
价格的让步只能换来一时的销量增长，价值认同才能赢得长久的交心。什么是价值？价值是更严苛的安全底线，是更实在的续航里程，是更懂你的人机交互，更是当你带着一家老小或同事朋友坐进车里，行驶在路上时，那份真真切切的踏实与妥帖。那一会儿我们北汽研究院的院长李森和新能源的董事长刘观桥会详细介绍问道 V9， 我就不多讲了。我只讲一句话，在问道 V9 上，每一次创新都是对大家核心诉求的深情回响，用场景定义技术，用技术兑现价值，这就是北汽的竞争之道。那最后是造车之道，为懂你的人造懂你的车。在北汽，我们常说好人造好车。那什么是好人？在企业里，就是听得进用户抱怨的人，是真心把用户当家人的人。打造问道 V9， 我们就是带着这份初心上路的。一路上，我们反复追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为谁造车？如果只是为市场造车，我们大可标新立异，那也可以做很多的妥协。但当我们想着是为自己的家人造车时，那你心里念着的是后排劳碌半生的父母坐得舒不舒服，那惦记的是旁边可爱的孩子委不委屈，那挂念的更是那个在外奔波一天，在驾驶室上渴望片刻宁静的你。那这些细微的心思，大家未必会直接说出口，但我们必须替用户想到。第二，造什么样的车？那既然是为家人造车，就没有什么行业惯例，只有应不应该。空间大不大，不光看尺寸和参数，更得看坐姿舒不舒服。那底盘好不好，不能只看硬核的配置，是看容易晕车的人能不能安稳入睡，安全够不够，不能光盯着测试报告上的几颗星，得确保全车上下每一个人都受到同等严密的保护。只有跟自己过不去，才能造出让用户满意的车。第三，我们最终交付什么？那绝不是仅仅是一把冰冷的车钥匙，我们想交付的是一份心安，是一份懂得。它应该是您事业上的得力搭档，懂您的奔赴，也懂您的疲惫，是一位有温度、有阅历、有底蕴的人生知己。那追随着用户的脚步，与用户共成长，这就是我们打造问道系列的初衷。极狐问道 V9 作为问道系列的开篇之作，只是北汽在高端领域扬帆起航的第一个锚点。未来我们还将为大家奉上更多惊喜的产品。北汽将始终坚守
行有道，达天下的品牌信条，深耕技术，打磨产品，用心服务。我们会把更多懂你、为你、伴你左右的好车带到大家的生活里。那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信赖北汽的各位老友、新朋，所有的用户们道一声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北汽才有方向；因为有你们，问道方能通达。极湖问道微酒，献给每一位洞见规律、从容笃定、永远进取的朋友。谢谢大家。每一次启程与抵达，我们都在探寻究竟怎样才能为用户带来极致的出行体验。循街而上，心中所问，于前路徐徐展开。回归本真，聆听最纯粹的声音。我愈发笃定，每一步的安稳，从不受然。我常常在想，每一块基石，要多坚实的底座，才扛得住日复一日的踩踏与风雨。而那些看不见的打磨，又要在毫厘之间雕琢多少回，才撑得起这份踏实。我越往高处走，越是发现出行的从容从不止表面那么轻松，在它背后，每一步需要多少智慧的判断，每一处又需要多少默契的协同。我是胡依依，极狐汽车用户运营中心001号数字员工。让我们带着这些追问与思考，一起揭开这份技术背后的核心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北汽集团研究总院院长李森先生，有请。感谢董事长为大家重磅发布问道系列。今天极狐问道 V9 来了，在聊这款车之前，先跟大家聊聊北汽为什么要专门针对 V9 这类大型车重新做一个平台。回到开发的起点呢，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是一群中年人在开发这个平台，中年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沉默的，我们这些人呢，都上有老下有小，心里都装着一座山，你扛着它沉默地往前走，为了家人，为了守护。所以琢磨一台大型的 MPV 和大型的 SUV 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太多花哨的概念，只是想着怎么把这份沉默的扛着山一样的责任和守护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放到车里。这份守护落到产品上呢，就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3个词，叫安全、稳定和舒享。先说安全，跟大家说心里话，开发大型车，真正的挑战不是工程参数，不是技术指标，真正的挑战是什么呢？是责任。当我坐到这台车上的时候，我就是丈夫，是父亲，也是儿子。这台车上坐着的是我的全家人。我们开发的过程里头，我就一直这样在问自己，经常会这样问自己，我说李森，你敢不敢让你的老婆、孩子，还有70岁的父母、爹妈都放心的坐到这台车上来？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半分的犹豫，那么这个产品一切都是0。
所以在我们这儿，安全不是一个可以计算成本的事情。如果家里人的安全出了问题，你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做这个平台的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底线不是我定的，是坐在这个车里的每一个家人定的。好，那这个平台的安全，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看这张图，我跟大家说几个北汽在这台车上做的几个很实在的事情。第一个，我们首次把军车的车身设计标准搬到了一台 MPV 上，这就是车上的承重墙。北汽是干越野车出身的，我们几十年的军车、越野车的研发经验，我们很清楚，真正关乎生死的时刻，什么结构、什么材料才能够真正的保命。那么这次我们把整套军车的设计标准和设计习惯放到了 MPV 上来，军用级的翻滚梁，2000兆帕的高强钢，然后一体压铸的整体式门环，等等，像这些都是行业顶级的车身安全解决方案。而且我们把每一个相关部位的设计强度都拉满了，结果就是问道 V9 的车顶可以承受10吨以上的压力，就是把一台欧曼的卡车重卡压上去完全没有问题。这种底气就是来自于我们把军车的家底儿搬到了这台车上来。我们为了安全做的第二件事情是3层地基，这儿也有一张图，就是研发团队第一次把这样一个设计方案拿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必要这么夸张吗？这张图上呢有7根横梁，9根纵梁。大家看截面，截面非常的粗壮。我们把这些地板上面的梁全部铺开了算的话呢，整个这个面积是这个车地板面积的1.6倍，相当于在正常的地板之上，我们又铺了一个1.6倍的面积的一个地板。那么这个地板多厚呢？是地板那个钢板厚度的2.5倍。所以就是在地板上面，我们又额外的铺了一层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一个钢铁骨架。我们把它再翻过来看，下面是电池包，还有非常强壮的侧梁和门槛梁。所以这个结构也是一个极其坚固的防护，这样就让整个地板的扭转刚度又上升了一大截儿。这样加起来，就是我们车的3层地基。这个地基的厚度有这么厚，非常的牢固。那么我们刚才讲军车的车身，我们有了承重墙，我们有了3层地基。我们再看车的前面和后面。先说前面，我们用了100%的铝合金的性能结构，而且炮塔和纵梁是铝合金一体压铸的。大家现在都很喜欢讲一体压铸。我们不是为了工业效率，我们是为了安全，我们把一体压铸用在了这个地方，这样就在碰撞的时候呢，力量可以稳稳地被传导分散，整个前端的吸能效率提升了20%。我们再看车尾，这是一个彩蛋，因为大家都知道，汽车的前部结构强，后面的结构弱，绝大多数的车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MPV 的第2排和第3排坐着的是父母和孩子，所以大家平时用 MPV 的时候呢，很多人也担心追尾，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呢，就想要把这台车的后面做的和前头一样强。我们也用了一体压铸，而且后纵梁的宽度比前纵梁宽了1倍，我们牢牢地守护住2、3排的安全。换句话说，这台车的后碰结构比市面上绝大多数车的前碰结构还要好。整个这套防护结构，我们内部的争论也非常大。有人说，这个成本很高；也有人说这个放在地毯下面，用户又看不到，花这么多钱，有必要吗？那我就问他们：你看得见自己家里的承重墙吗？你看不见它里头，但是你敢不把它搞结实吗？一家人的命托在上面的事儿，没有讨价还价，
我们就得这么干。接下来是安全的第3个点，电池。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总结这台车电池的开发呢，就是偏执。因为一台车它可以不舒服，可以不节能，可以配置不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如果让大家说一个绝对不能接受的问题是什么？多数用户告诉我们，就是电池安全。电池的安全，在一个全家人坐的车上来讲，绝对不能出问题。所以在电池安全上，我们就是用近乎于洁癖的偏执来做。怎么个偏执法？很多，我主要讲3层。第一层，我们对电芯儿的偏执。我们说一个电池安全不安全的时候，电芯儿最核心。如果电芯儿搞不好，我们讲什么概念？比方说 C2B、C2C 双面液冷等等这些没有意义，都是白搭。其实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没有见过电池的生产过程。电池的生产呢是一个高度自动化、大批量的过程。一个正常的电池生产线1年大概可以生产1100万块电芯，2秒钟下线1块，非常的快。假如这中间某一块电芯有问题，请问它会装到哪台车上去？这是个概率问题。我们不能把家人的安全赌在一个概率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整个电芯儿的生产过程能出问题、可能出问题的点，要全部的偏执的管控起来，要做非常多的工作。我重点讲3点，3道关，3个零。第一道关，原材料要纯，要零杂质。大家知道，问到 V9 电芯的生产线、生产车间，它的洁净度要求有多高吗？就跟心脏搭桥的那个手术室，它的洁净度是一样的。这个车间每平米的造价比北京的豪宅要贵，这只是基础。我们进一步下探到原材料端，把磁性异物的检出标准从行业普遍的100万分之1提高到了10亿分之1，我们加严了1000倍。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一个足球场上去找一粒小米，就是这么严苛的一个过程。好，这是原材料。那么有了原材料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制作电芯，要生产电芯。制造电芯的过程要零缺陷。我们不光用了重量涂布、智能视觉定位这些新技术、新的制造技术，更重要的，我们在行业里头首次的提出并且应用了 AI 动态离群点分析技术。我们围绕着20道核心工序，部署了海量的高精度的检测设备和传感器。那么就是针对每一颗在生产的电芯，实时的要监测它的6800个以上的关键工艺指标，然后把这些数据让 AI 去算，让 AI 去严苛的判定每一颗电芯的品质，把不够好的东西随时的扔出去。这样的话，就用 AI 手段和大量的传感器来保证每一颗电芯都是完美的电芯。有了原材料，有了电芯，接下来是成组和做 pack。我们强调成组要零短板，因为一个电池包里头有上百颗电芯，我们要求这些电芯的几千项的特征参数要保持一致，避免木桶效应带来整个电池包的性能衰减。好，到这儿是我们做电芯的是我们做电池包的过程。接下来是第2层，对整包的防护的偏执。因为刚才讲好材料、好电芯、好的电池包做到这儿，就是出厂状态是好的。那么用户在用车的时候呢，很难避免像拖底、剐蹭，甚至碰撞。所以我们给这个电池包做了一个15层的立体的硬防护的结构。在底部，我们装了1500兆帕的热成型钢，上面加了高弹性的缓冲层，有7层的防撞。中间呢是3层的缓冲组件，上面呢绝缘层有5层，所以整个的电池箱体呢又是一个高强度的这样一个框架结构。
侧面呢又加了多宫格的这种加厚的、加粗的这种防撞梁，日常的磕碰根本伤不到电池。但是如果极限的情况下，就是很严重的碰撞，车撞了怎么办？车撞了之后，电池可以出问题吗？也不行。所以我们又给每个电芯儿做了一个安全的房子，就是每一颗电芯儿我们把它包起来，侧面呢是用了航空级的这种隔热材料，它可以抗1000度的这个高温。顶部呢，我们又加了一层陶瓷化的阻燃结构，能够耐1200度的高温。这样的话呢，即使在碰撞的情况下，某一颗电芯儿、某几颗电芯儿出了问题，热被这个小房子封在了里头，它要突破，顶多是向下突破，这样整个包就是安全的，周围的电芯不会受影响，整个包安全，不会热蔓延。好，那我们偏执的把刚才讲的这些事情都做了，才敢说这个电池是安全的。我们就是要确保不把家人的安全赌在小概率的事情上。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词，首次在 MPV 上应用军车车身设计，3层地基，再加上刚才这块极度偏执的电池，这3个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的安全体系。它不是达标，它是一种绝对的防御。第二个词是稳定。我想问问大家，一台 MPV 带着一家人出去，突然来了一个紧急的躲闪、错车，或者高速上有水，路面上有冰，路上有雪，打滑。这个时候如果车剧烈的晃动，甚至要侧翻，这个时候一家人坐在上面，这样行不行？我们觉得答案肯定是必须不行。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大型车的平台的时候呢，必须要做到极致的稳。我们做到什么样子呢？请大家看屏幕，看视频。那这个视频我就不多解释，大家直接看到了效果。像我们刚才在过减速带的时候，车轮在起来的那一瞬间，其实悬架都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头最核心的技术就是我们这套叫磁流变底盘加 AI 智能预瞄的这样一套技术，我们叫它做
圆镜 AI 底盘，专业术语我不多讲，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传统的悬架呢是被动挨打，路上有坑或者是有这个减速带，那么激励它的时候呢，它才会这个就是颠了，它才反应过来。但是我们这个是主动迎接，能够识别到远处路面上的坑洼或者减速带，它会提前做准备。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简单讲，我们的雷达和摄像头会提前扫描车前大概25米的左右的这个道路，然后通过 AI 模型来精确的区分是减速带呀，甚至是这个道路接缝或者是碎裂的凸起，然后就告诉悬架，悬架里头有磁流变液，会在磁场的激励下，在1毫秒的时间内呢改变硬度。这样的话，在车轮压上去之前，悬架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套系统的响应的速度是1毫秒，就是1/1000秒，这个比传统的 CDC 要灵敏10倍。同样的技术，大家今天可以在像法拉利、兰博基尼这样的车上看到，但是今天北汽在行业里头第一次把它用到了 MPV 上来。好，接下来是第3个词，是舒享。我们把车造得再安全、再稳，如果坐在里面不舒服、不享受，那就还不是我们想要的好车。大家想想，城市里头有那么多的办公楼，大晚上的灯火通明，就像我们这些人，很多人就是天天的工作到很晚，我们图什么？说到底呢，还是为了想让家里人过得舒服一点。对于很多家庭来讲，一年到头最有品质的那个欢乐的时光，往往就是周末或者是假期，全家人一起开车出去玩的那段路、那段时间。所以这辆车呢，应该就是我们那个移动的家。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把它做成家里头最舒服、最享受的那个房间。那么怎么样家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房间里头是舒享的呢？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尊重每个乘坐这辆车的人，从老人、女性到小孩，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舒服的。那么这就涉及到平时行业里头一个不太被提及的话题，就是在中国道路上跑的车，它的座椅是按照 SAE 标准里头95%分位的人体这个模型来设计的。这个模型适合中国人吗？这个人体模型实际上95%分位的这个 SAE 的人体模型，实际上是一个身高1.88米的一个欧洲男人的身体。大家都知道，欧洲人和我们亚洲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欧洲人的躯干短、四肢长，我们就是相反。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脊柱长，脊柱长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像颈椎病、腰椎病这些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按照目前的模型设计的座椅，是不是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是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身体的。我们的脊柱长却长期得不到支撑，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是加速了像颈椎病、腰椎病、腰肌劳损这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病了。但是我们的汽车座椅就从来没有认真的为这个问题做过设计。如果你是20岁、30岁、40岁，可能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顶多觉得我这个汽车的座椅不太贴身，不太贴合我的身体。但是对家里的老人来讲，尤其是60岁以后的老人，他坐到这把椅子上，他会很难受，因为人到了60岁以后呢，腰部、臀部、背部还有大腿，这个肌肉的流失量会达到30%以上，肌肉对骨骼的支撑是不够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家问问自己的父母，你看他们愿意坐软沙发吗？愿意睡软的床垫吗？他们都不喜欢，
因为腰累、腰难受。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汽车人，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能不能给中国的老人，给自己的父母做一点事情？能不能让汽车上的这把椅子让他们坐着舒服？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平台上，在这个平台上开发座椅的时候，专门做了这件事儿。北汽首次针对中国老人做了一套专门的座椅舒适性断面设计和结构设计。我们打破了传统的汽车座椅设计标准，经过大量的数据实测和与医疗机构的共同研究，为中国老人的身体建立了专属的模型，为他们设计了一个能够从肩到臀完整的贴合他们整个躯干曲度的这样一个仿生的曲面。光是关键部位，我们就有10几处为老人做了针对性的设计，比如老人的肩颈肌肉薄，需要大面积的承托，所以我们把肩部的支撑区加宽了。老人的腰椎容易反凹，为了更好的承托，我们把腰椎的这个托扶区位置下移了，腰就不空了。老人的尾骨更突出，我们在尾椎减压区做了软处理，不让他们久坐呢硌得疼。然后坐垫的前缘，就是前边这个地方，坡度放缓了，这样不顶大腿的后侧，让血液循环能够更加的顺畅。两侧扶手的卸力区也加高加宽了，让老人起身的时候呢，就是撑手的地方能够使得上劲儿，等等，这样的10几处都是这样。所以 V9的座椅是能够贴合我们父母的身体的座椅，是能够让我们的父母觉得舒服的座椅。同时，要让老人坐的舒服和享受呢，这个座椅还不能一味的软，当然也不能一味的硬。我们希望它能够从身体接触到承托，实现整个由软到硬的这样一个无感的过渡，能够让人切实的感觉到每一处都被稳稳的接住了。所以针对座椅的内部结构，我们细致的做了10层断面。10层呢是一个系统工程，然后除了通风加热这些功能层呢，跟坐着舒服最直接相关的，我重点跟大家讲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柔软的 Nappa 表面加上8毫米的超柔舒适层，这一层呢负责快速的吸收，尤其是我们坐下去那一刻的硬邦邦的这种感觉不能出现，就是负责吸收我们坐下去那个时候的这部分的能量的吸收，包括颠簸的时候。第二部分，20毫米的这个舒适减震体，加上高回弹的护脊柱的护脊的纤维层，负责慢缓冲。那这一层像肌肉一样稳稳地托住我们的身体，不会让我们陷进去。第3部分，在最底下的网格状的弹簧负责强反撑，就是我们的身体压得越深，它给的反撑力就会越大。这样的话，跑长途、走高速，几个小时下来呢，不会觉得支撑力不够，就不会腰酸背疼。所以让父母在坐车的时候能够不用忍受劳累，甚至能够享受出游的这个旅程，这件事情，行业里头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北汽这次认真做了。现在的汽车座椅还对另外一群人非常的不友好，就是女性。女性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开车的时候够不着，抱着方向盘开，坐车的时候不舒服，座椅不贴合，不舒服。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体模型的区别。女性的腰椎，它的位置比男性的还是要偏低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汽车座椅按照欧美男性的模子做，按照他们的身体做，所以这个座椅对女性来讲是怎么调都别扭。所以我们重新搭建了骨架，我们调低了坐垫到地板的高度，这样的话个子娇小的女同事坐上去脚也能稳稳地踩到地。坐身控制在500毫米以内，这样的话坐上去背能够靠实，
腰部悬空，腰部悬空，腰托的位置呢，我们也特意的往下调了，比传统的座椅呢低了近30毫米，坐垫的宽度做到了500到510毫米，这样给骨盆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所以就是这台车的座椅设计和调节行程，能够让中国的女性上车就能找到那个对了的姿势，脚能着地，腰能贴住，骨盆不受限。家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孩子，孩子的前庭系统呢还没有发育好，所以他对低频的晃动的感知就比成年人要敏感得多。尤其是现在的这些电车这个扭矩来得快，小孩一坐上去没一会儿就晕车了。所以大家想，咱们开开心心的一家人出去过周末，开着车开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小脸煞白，哇哇的吐，咱们当父母的是一种心里什么滋味儿？所以呢，我们在 V9上专门做了一个防晕车的舒缓模式，就是建议大家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呢，就要开 V9，就要试试这个晕车舒缓模式。因为这个模式呢，我们把整车的加速曲线、制动曲线、悬架阻尼等等这些东西呢放在了一起，统一做了一个调教模式，做了一个平衡的自由解。就大家知道，整车的调教呢是有明确的目标和偏好的。我们这个模式的这个目标和偏好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我们按照儿童前庭的这个感知状态定的目标做的调教。就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请了一群孩子来，然后我们大人开车让他们试，反复的试，然后找到了他们最不容易晕车的那种状态，然后把这个状态变成了整车控制的控制目标，把这个控制目标做成了控制策略和软件，然后变成了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就叫晕车舒缓模式。这是个好东西，非常的有用。下次带孩子出门的时候，我建议你试试。所以老人、女性、孩子，一台好的 MPV 就是要照顾好家里的每一个人。那么好，安全、稳定、舒享这3件事情我就讲完了。我们今天特意拿出来这3件事情跟大家讲，因为他们对全家人来讲太重要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一台给全家人做的好车是不能有任何短板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该做的都做了。这些东西呢，都在这张图里。我只是没有展开讲，我们都做了。把所有这些东西聚合在一起，这儿有个等号，等号的右边是什么？就是泰岳平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模块，它是我们面对全家人出行这个命题时给出的系统的工程方案。我们把对家人那份沉默的、沉甸甸的责任，用了几乎不计开发成本、不留退路的方式去实现。因为我们打心底相信，一台好的大型车，尤其是 MPV， 它的使命不是把一家人从 A 点运送到 B 点，它的使命是守护这段旅程中所有珍贵的欢笑、安心的睡眠和彼此陪伴的时光。今天在这座泰岳之上，第一块基石问道 V9 正式来了，谢谢大家。
问道登场，尽显东方雅致。下面有请北汽新能源董事长刘观桥先生为我们诠释极狐问道 V9的从容舒享之道，有请。感谢李森院长，感谢泰岳平台的技术团队。有了泰岳的稳如泰山，才有问道 V9的志得从容。大家好，欢迎跟我一起揭晓今天的重磅主角——全域舒享旗舰 MPV 问道 V9， 一款让你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旗舰 MPV。其实这个时代，人人都在匆匆的赶路，问道 V9想给的是一份稳如泰山的确定感，不用焦虑，不用将就，上车就踏实。正如建勇董事长刚才所说，真正的高端不靠堆砌配置，而是立足用户的需求。那问道 V9的故事，我们就从用户讲起。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尤其是2孩、3孩的家庭，对 MPV 的要求就是2个字：全要。事业上升期得撑得住场面，家里老人孩子同行要兜得住日常，大车要好开，还必须安全。可现在的很多 MPV， 小车没气场，大车不好开，好开的空间小，大车又怕不安全。那有没有各方面都很优秀的 MPV？ 确实有，但价格都特别高。找了一圈发现，想找个全能选手的确不容易。那为了破解这个出行困局，我们围绕用户出行的痛点，深度地思考了7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车才配得上人生新阶段的气度？第二个，大 MPV 怎么开才能不晃不晕还舒适？第三个，第3排能不能不再憋屈，让每个座位都是 C 位？第4个，新能源大型 MPV 能不能让人彻底的摆脱安全的焦虑？另外，5米多的大车怎么才能开出小车的灵活？那第6个就是续航和动力怎么才能匹配大型 MPV？ 第7个，旅行途中怎么能够有趣不乏味？那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必须稳稳地接住。做好一台 MPV， 不是某一点强，而是要全域全场景都没有短板。步入人生新阶段，没有什么是一台 MPV 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让问道 V9来。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聊一聊，问道 V9是怎样一个个破题，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能够气场全开，志得从容。首先我们看外观，气场是车的第一张名片，尤其是 MPV。那很多人脑海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气场足的 MPV 一出场就是全场焦点。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能达到这种画面感的，只有100万级别的 MPV 才能做到。但现在变了，我们的问道 V9 车长5.3米，车宽近2米，轴距3.2米，这是典型的旗舰级的 MPV 的体量。光说数字，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我们直接拿大家最熟悉的标杆来感觉一下。先看进口豪华 MPV 的标杆，大家最熟悉的埃尔法。问道 V9 在车长和轴距上比它大了整整1圈。再来看看自主的 MPV 的标杆，比如说腾势 D9、高山8这些车型。在车长和轴距这上面，我们是同一个级别的旗舰产品。论车宽，我们在这个级别里，我们名列前茅。刚才提到的这些车型，
售价基本上在30万到100万之间。问道 V9 既有全尺寸旗舰级该有的体量，又有舒展的车身线条，气场十足，就像穿西装的帅小伙，身姿挺拔但不臃肿，体格健硕不笨重，一切都恰到好处。那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的思路是气场和实用不做单选题，我们必须形神兼备，内外兼修。那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先看这个车头，贯穿式新铺灯带，白天非常的雅致，那晚上璀璨如银河，辨识度非常高。前脸我们没有跟风随大流去搞千篇一律的封闭设计，点阵化前格栅从中心向四周扩散，既能让造型更动感，又能让增程器散热更高效。电动侧滑门轨道内嵌，整个侧面非常的干净利落，分组系数低至 0.29， 优于大部分的同级 MPV。那高速120公里时速的时候，车内的噪音能够低至52分贝，轻声交谈也不用大嗓门，能耗也更低，既舒适又节能。那问道 V9 有6种外观车色：凌云白、莫代绿、玄岩黑、云南灰、星海蓝、皓月银，每一款都很雅致。内饰有3种配色：雪龙白、丹霞棕、雅韵黑。高级范非常十足，商务洽谈、自驾游玩都能接得住。这就是问道 V9 的设计之道，形神兼备，内外兼修，配得上人生新阶段的气度。早在问道 V9 首次亮相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极狐第一次做 MPV 就做出了50万以上级别的气场。这种自带高光的属性，让问道 V9 接连在各种高端局收获高规格的身份认同，这都是非常高端的局。3月份，问道 V9 担当央广网高端访谈专用车辆，在最高级别的场合。4月份又接连荣膺北京电影节京津冀论坛官方指定用车，我们这车还没上市，收获一众政商人士、影视明星的好评。在问道 V9 上，商务需求与家庭日常不再是单选题，而是全选题，这才是旗舰 MPV 该有的气场。说到大车的驾乘感受，经常呢有2种比较极端的反应，要么是过减速带像坐船忽忽悠悠，要么是过沟过坎梆梆硬，就颠的脖子和腰受不了。太软了晃，太硬了颠，好像怎么都不对。那这个问题怎么破？答案就在刚才李生院长说的泰岳平台。我们把泰岳平台那张能预判路况的魔毯底盘装在了问道 V9 上。它不是简单的在软和硬之间找平衡，而是直接用上了元镜 AI 底盘，包括磁流变、AI 智能预瞄。什么是元镜 AI 底盘？刚才李生院长说得很明白，简单的说就是通过预判加主动调节彻底解决这个矛盾。这可是在 MPV 上首次搭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到底有多厉害？起步猛不拖尾，刹停狠不点头，过减速带没有多余的颠簸，急转弯的时候也不侧倾，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稳。关键是麋鹿测试
达到了很多人不敢想的时速75公里每小时。那这个成绩是非常有含金量的。普通的大型 SUV 麋鹿成绩在70左右，主打操控的运动型 SUV 能够做到75左右，普通的中大型家用轿车是71到74左右，那豪华运动轿车呢，能到80。那大家看到 MPV 做麋鹿测试，可能都会觉得很诧异，因为 MPV 车身大，重心高，行业里很少有人敢拿 MPV 去做麋鹿测试，测完成绩也很一般，平均65到70左右，在所有的品类当中几乎垫底。那也就是说，问道 V9 超越了绝大多数的 MPV 和 SUV， 甚至媲美主打操控的 SUV， 真正做到了大车好开，遇到突发情况也更加安全从容。那这个水平是怎么做到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高阶磁流变减震器这些加持，关键还在于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顶级悬架架构。那这套悬架比很多大尺寸 MPV 所采用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高了一个等级，即使在50万以上的高端 MPV 上应用的也不多。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去查一查，不论是成本上还是用户体验上，都是真正的旗舰车型才有的配置。还有我们的铝合金轻量化底盘，比传统的钢制底盘轻150公斤，相当于减少2个成年人的体重，而且这些重量呢，减去的都是全部来自于环下。那懂车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环下质量减重1公斤，相当于环上质量减重3公斤，减重效果是环上减重的3倍。那环下质量越轻，车子越好开，操控性和舒适性也就越好。对于问道 V9 来说，轻量化不仅强化了整车的操控性，还大幅提升了驾乘的舒适感，续航里程也直接受益。那有了这套悬架系统加持， MPV 不仅敢做麋鹿测试，我们还敢飞坡。那前段时间有自媒体做飞坡测试，问道 V9 的飞坡姿态比300万的豪车还稳。更让我们骄傲的是，问道 V9 还解决了 MPV 最头疼的问题——第3排晕车。我们联合运动医学专家做了上千次的测试，最终解决了绝大部分人的晕车问题。那极少数对晕车异常敏感的朋友怎么办？我们设计了冗余的一键舒缓功能，就刚才李生院长也介绍到，你只需要按下按键，车会自动调整动力输出和刹车的方式。我们的测试团队专门找了一组特爱晕车的朋友，让他们坐问道 V9 第3排，跑了100多公里的山路，全程下来，所有人的状态都非常好。这就是问道 V9 的底盘之道，让旗舰 MPV 真正实现稳如泰岳，久坐不晕。MPV 用户的又一个核心痛点被问道 V9 解决了，还顺便推动了行业的一次小突破。我们用独一份的智能预瞄磁流变，搭载真旗舰才有的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给出了 buff 叠加堪比100万级的顶级底盘方案，从根源上解决了大车颠簸、晃动容易晕车的痛点。这才是旗舰 MPV 应该有的高级质感。那选择 MPV， 大家最看重的是舒适性，但实际上呢，不少车其实打着舒享大空间的旗号，结果2排还不错，但是3排呢就成了小板凳。全家出门谁坐第3排，
就成了一道比较为难的排序题。那这个问题怎么破？问到 V9 的解题思路：真3排大空间，加上全员舒适，配置平权，那每个座位都是 C 位。前段时间我们做静态品鉴，有位媒体老师体验完之后这样评价：问到 V9 是目前唯一一台能第3排翘2郎腿的 MPV。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带大家看看到底我们是怎么做到的。首先看空间的利用率，问到 V9 得房率77%，这是第3排从凑合坐到坐得舒服的关键。数据一对比就很直观，第3排的头部空间达到970毫米。问到 V9 和100万级进口 MPV 水平相当。第3排坐垫长度问到 V9 直接做到了500毫米，这是什么水平？甚至比某些 MPV 的2排坐垫还要长。坐垫更长，也就意味着给大家的腿部支撑更扎实。那同时，我们的第3排肩部、肘部、臀部空间全面领先同级。真正做到前后舒展，左右不挤，1.8米大个坐进去也能轻松的翘2郎腿。上下车也很方便。在前不久的北京电影节上，明星大咖走红毯，星光熠熠。其中众多明星从问到 V9 上优雅下车的视频，登上了100多个热搜。那其中很多女明星穿的都是礼服长裙，造型呢也都很复杂，非常考验上下车的便利性。但问到 V9 都轻松的接住了，那每一次下车都优雅从容。但是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女明星跟我们说，她说我真的很担心下车，但是没想到MPV 下车这么好，这么轻松。问到 V9 侧滑门做到同级最大的781毫米，再加上400毫米的超低的地台，日常出行老人孩子都可以轻松的上下车。还有170毫米的超宽的中央通道，进出2、3排也不用侧身，一样可以很从容。舒适不止体验，不止体感，其实更在于体验。为此，我们又做了一件第一个吃螃蟹的事儿。我们联合国家大剧院，全球首发国家大剧院升学座舱，把歌剧院 VIP 包间直接搬进车里。声音啊，到了工程师手里是精密的参数，但在顶级调音大师手中，声音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问到 V9，用艺术定义感受的边界，用技术决定呈现的精度。好的声音是一门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它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和艺术加工、反复衡量、推敲后建立的听觉秩序。首先是清晰度，其次是纯净度，最后是稳定性，不漂移，不失控，让声音自然地存在于空间之中。把大剧院的调音标准引入车内，先从车内的空间结构开始，逐步建立起车内声场结构，并最终确定了22扬声器的系统布局方案，还原剧院中开阔而有层次的空间感。大剧院模式带来更强的舞台感和包围感。影院模式下，声和环境立体声被进一步强化。从殿堂级声学标准到车内每一处细节的校准，问到 V9 所带来的不只是更高品质的音乐，更是丰富的听觉体验。
是不是很专业？以后想去国家大剧院享受视听盛宴，坐进问道 V9 一样可以实现。但这有点不厚道啊，相当于，为什么我们敢这么说？就像视频呈现的，问道 V9 用22个扬声器组成殿堂级音响系统，由国家级声学大师亲自调音，这在行业内我们又是独一份。全车24处关键部位做了声学隔断，加上5毫米双层隔音玻璃，高密度发泡隔音地毯，关上门随时随地都是剧院般的静谧的体验。配合同级最大的21.4英寸2排折叠屏，那无论是听音乐还是看电影，都非常的有沉浸感。视听震撼，姿势也很舒服。问道 V9 第2排配了双零重力座椅加16点气囊按摩，重点是石墨烯加热，让每一次旅程都能像坐 SPA 一样享受。我们还认认真真的看过，满足这些配置的车，售价都得40万以上，我们一次性的给全配齐。那第3排也不含糊，座椅加热、独立出风口，我们全都给安排上。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很多人怕空调直吹，尤其是老人和小孩。问道 V9 搭载4温区静感柔风中央空调，采用隐蔽的出风口设计，有凉意无凉风，每一排都能单独调温，各取所需。老人和孩子即便在车上睡着了，也不用担心着凉。除此之外，还有同级最开阔视野2.77平米超大穹顶，配合256色星河光晕氛围灯，车内氛围随心情任意切换。坐在问道 V9 里，吹着晚风，抬头就是浪漫星河，配上柔和的氛围光，告别城市喧嚣，尽享惬意时光，舒适又治愈。那第3排专属大舷窗，前后排都能无障碍地欣赏风景。在储物方面，全车40处储物空间，同级最多，10升超大容量智能冷暖箱，内置独立的压缩机，零下6度到零上50度，超宽的温域调节，还支持紫外线杀菌。商务接待随时随地都有冷饮和热食，全家出游母婴用品恒温保鲜非常方便。450升的后备箱能装7个20寸行李箱，就算满载7人，每人的行李都有地方放，就连高尔夫球包也可以直接横放，不用折叠3排座椅。这才是真正的大空间真3排。这就是问道 V9 的舒享之道。第3排能翘2郎腿的 MPV， 每个座位都是 C 位，满足用户对空间舒适以及居家享受的需求。一不留神，我们又给行业带来了一个小突破，行业首创国家大剧院声学座舱，这在其他品牌花钱也买不到，这才是旗舰 MPV 该有的舒享体验。对 MPV 来说，安全不是加分项，而是必答题。因为刚才车上载的都是最重要的人，安全没有保障，再高端的配置都是0。那也有不少的 MPV 为了追求大空间，不惜牺牲车身的刚性。再加上普遍存在的电池安全焦虑，大家其实一直背负着双重的顾虑。这个题怎么破？大家都知道，安全是极狐最大的特色。当我们决定做问道 V9 的那一刻，我们就下决心要把 MPV 的安全重新做一遍。我们用3个好记的字母就能看懂问道 V9 的安全基因
这3个字母就是 DNA。先说 DNA 中的 D， 也就是防护。问道 V9 采用的全向全维防护车身结构，研发的时候我们也想找一个参照系，但是我们所有的工程师查询之后，真没发现其他 MPV 有，至少几十万的车是没有。无意中，我们又做了一个100万内的唯一。那简单来说，这套结构就是前后左右全方位守护，从第1排到第3排，每一位乘员都能享受到同等高标准的安全保护，没有主次之分，更没有安全优先级的差别。那底气在哪？首先是我们的高强钢占比达到89.83%，远超同级70%到80%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车身抗扭刚度达到43689牛米每度，这甚至超过了劳斯莱斯幻影。还有3个100%，碰撞吸能区100%航空级的铝合金，侧碰传力区100%热成型钢，乘员舱受力区100%高强钢。具体到每一排，前排这块迎面撞击时封闭了牛头式传力结构和一体式压铸炮塔，能够像太极大师一样把撞击力分向乘员舱的两侧卸力，剩余的能量被木质型铝合金重量逐级的吸收。配合7个安全气囊和60升超长侧气帘，气囊超长保压，2次碰撞也能稳稳地护住。那2排也是 MPV 的核心乘坐区，B 柱等关键部位用了2000兆帕的超高强钢，强度是军用潜水艇的2倍，更搭载了军车级内嵌式金属防滚梁。这个配置以前只用在军车级硬派越野上，刚才李森院长也跟大家很详细的介绍。MPV 我们是第一个，不管什么价位，这道防滚梁每平方厘米能承受15吨的压力，相当于指甲盖上站5头非洲大象，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侧碰还是翻车，防滚梁都能撑起生存3角，乘员舱不变形不塌陷。那第3排也同样安心，传统 MPV 尾部防护是短板，那我们给的是硬核防护加柔性疏导双重方案。车尾配备了热成型钢防撞梁和一体式压铸厚底板，加上680毫米吸能空间和700毫米的座椅缓冲空间，追尾能量像重拳打在海绵上，层层消解掉。从正面、侧面到尾部，从第1排到第3排，问道 V9 做到了结构同源、材质同标、防护同等，同步满足中欧美3大法规体系要求，以全球严苛的标准，从容通过每小时80公里的高速碰撞安全测试。
为您服务，请问您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了？直播频宣布，这是214号为您服务，请问您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了？怎么样，够不够硬核？要知道，我们的坠尾测试是在螺旋翻滚试验后，对同一台车的叠加测试，属于2次暴击。但问道 V9 扛住了这一切 ，MPV 的安全还得公路坦克，还得问道 V9。电池安全同样是重中之重。问道 V9 全系标配宁德时代逍遥电池，同级唯一，不仅全面满足新国标要求，还有13项的关键指标远远超过国标的要求，更额外通过9项国标外严苛测试，安全超稳。再说 DNA 中的 N， 也就是健康，安全不止于碰撞的防护，更在于一呼一吸之间的健康。问道 V9 打造同级唯一的森林级纯净座舱，全面按照零权零本母婴级健康的目标来打造，这是极狐的特色，也是给行业贡献的健康新标准。问道 V9 是什么水平？经过权威的检测，甲醛、苯等有害物质含量比国标低60%到70%，达到了母婴级的标准。荣获汽车行业舒适座舱6A6认证，全车标配4防滤芯，抗菌抗病毒率高达99%。别人靠空气清新剂以香遮臭，我们从根源上守护健康。最后说 DNA 中的 A， 也就是权威品质保障。安全的底气来自严苛测试和权威认证。问道 V9 遵守泰岳平台超国标长耐久的验证标准，每辆车交付前还要经历与顶级豪华品牌同项同量的质检，上百道工序，上千个检测项目。这就是问道 V9 的安全之道。在用户最关心的安全上，我们用4项行业唯一、多重超国标验证，把 MPV 的安全体系重新做了一遍。打造最安全的旗舰 MPV， 在极狐看来，大 MPV 必须拥有极致安全。MPV 欠大家的防滚梁，问道 V9 给配上了。安全是旗舰 MPV 真正的硬核底气。那很多人看到5.3米的 MPV。第一反应就是不敢开，窄路怕剐蹭，掉头怕过不去。
不少人最后不选 MPV， 就是因为大车不好开。但今天我想说，大车也能很好开。我们做问道 V9， 目标不是让大车好开一点，而是要把这个5.3米的大家伙开出小车的灵活轻巧。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在工程师的努力下，真做到了。怎么做到的？依托泰岳平台的敏捷大脑，用智能底盘加全域驾驶辅助双重技术，好开、好停、好掉头，新手从容控场，老司机信手拈来。先解决掉头难。掉头难本质是转弯半径大。问道 V9 搭载同级唯一的后轮辅助转向，实现了5.7米的同级最小转弯半径。那5.7米是什么概念？意味着在窄路掉头，别人要搂2把，问道V9 1把就过，比不少的家用轿车还灵活。可以说，它是转弯最灵活的旗舰 MPV， 没有之一。再解决停车难，问道 V9 搭载北汽元劲智能泊车3件套拉满，自动泊车、记忆泊车、遥控泊车全部配齐。如果说它是停车最享受的旗舰 MPV， 开过的就一定没有意见。最后解决驾驭难，大家都知道，去年底，极狐在国内拿到了首批唯2的 L3上路牌照。我们搭载在问道 V9 上的元劲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与 L3师出同门，技术同源，高速 NOA、城市 NOA 都非常好用。最贴心的还有大车视角补偿，实现全景影像加盲区预警，变道转弯时，中控屏能够显示无死角画面，不用担心有盲区看不到，非常实用。这就是问道 V9 的驾控之道，用户对大车难开的顾虑彻底被打破。同时，我们也创造了一个大 MPV 的小突破，旗舰级 MPV 转弯半径首次来到了5.7米。大车好开好停，灵活掉头，人车合一，这才是旗舰 MPV 该有的驾控体验。那新能源车的续航焦虑在 MPV 上更突出，日常通勤要省钱，长途自驾要省心，还要能满足露营、应急供电等场景。那对于问道 V9， 大家想要，我们就必须给到。问道 V9 的解题思路，依托泰岳平台顶级动力技术，构建了一套全域高效能源方案，真正实现纯电1周1充，畅行无忧。问道 V9 搭载同期唯一的华为雪橇增程系统，发动机启停振幅降低90%，增程器启动车内噪音变化小于1分贝，不特意说根本感知不到。这套增程器热效率达到43.23%，比同级别的燃油经济性提升8%到13%。WLTC 综合油耗每公里低至6.85升，配合着华为智勤6合1电驱227千瓦的最大功率，综合工况效率高达90%，0-100加速只需7.9秒。这么大的车，0-100加速7.9秒，既节能又高效。纯电续航310公里，对于大部分城市出行用户来说，1周充1次，日常纯电出行省钱又省事。要知道，大部分同级 MPV 的纯电续航只能做到2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30公里，什么概念？从北京开到上海1200公里，中途不用补能。以后大家春节返乡、跨城商务，不用心里总盘算哪有充电桩。更实用的还有外放电功能，我们同级唯一双向充电，
周末带家人露营，能带动咖啡机、投影仪、电烤炉，相当于一个移动发电机。这就是问道 V9 的续航与动力指导。我们把行业最强的电驱、增程器和电池组合在一起，彻底为用户解决动力不足和里程焦虑的问题，全场景使用都游刃有余。也特别说明一下，把华为雪骁加华为智勤加宁德逍遥这套黄金动力系统组合在一起的 MPV， 我们是第一个。无论通勤还是远行，都能从容奔赴每一场诗和远方，这才是旗舰 MPV 该有的动力和续航底气。我们用7大解题能力彻底破解出行难题，带来全场景无短板的极致体验。这就是问道 V9 带给大家的新答卷。最后，我想用一位热心用户的话做一个总结。他说：“问道 V9 做到了1大2高3全域。1大是旗舰级越级大空间，装得下事业与家庭。2高是高端智能底盘加高端动力技术，撑得起气场与操控。3全域是全域安全、全域舒享、全域智能，护得住每一次从容奔赴。”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用户的认可和鼓励，我们也认真地算了算账。按照目前各家旗舰 MPV 的标准，1大2高3全域全部满足的话，至少要到50万元以上。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标尺，再来回看眼前的这台问道 V9， 它给用户创造了10大旗舰价值。旗舰气场，5.3米的车长加3.2米的轴距，问道 V9 一出厂就是旗舰中的旗舰，5.3米，这是典型30万以上 MPV 的尺寸。第二个，旗舰空间，第3排可以翘2郎腿，后备箱还能7人7箱，既能撑得住商务场的场面，还能装得下全家人的美好，这才是真正的大空间真3排真旗舰。那第3个是旗舰底盘，智能预瞄磁流变加前双叉臂后5连杆悬架系统，问道 V9 把底盘做出了100万级的质感，满足这套底盘标准的 MPV 至少要40万起。旗舰舒享，行业第一个把国家大剧院声学座舱上车，真旗舰就是别人花钱也买不到。那第5个是旗舰安全，给大 MPV 配上军车级防滚梁，问道 V9 给行业开创了 MPV 安全配置的先河，极致安全才是旗舰最大的底气，其他品牌无论什么价位都没有。第6个，旗舰健康，几乎第一个给行业树立零权零本新规矩。现在问道 V9 把这个规矩带给旗舰 MPV， 健康环保过关才是真旗舰。30到100万这个价格区间，能做到的也非常少。那第7个，旗舰动力，华为雪骁加华为智勤加宁德逍遥黄金动力组合，在其他品牌3者得其一就是顶流，在问道 V9 3者集齐才叫真旗舰。再说一遍，把这套黄金动力组合在一起的 MPV， 我们是第一个。旗舰续航，纯电310公里，综合续航133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一步到位，不用补能，续航无焦虑才是真旗舰。第9个，旗舰驾控，
麋鹿测试75公里加同级最小5.7米的转弯半径。问道 V9 打破 MPV 操控极限，既有大车气场，又有小车 MPV 才是真旗舰。大家可以去试试看，30万以上的 MPV 都有几个能做到？第10个，旗舰品质与顶级豪华品牌同向同量质检标准，顶流的产品价值配上让人放心的高端品质，这才是真高端、真旗舰。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样的旗舰产品到底得什么样的价位？在答案揭晓前，还得允许我先卖个小关子。接下来，我先给大家揭晓问道 V9 的预售权益。别着急，买大车用户说最心疼的是交购置税，因为购置税是按车价的比例来交的，大车贵交的就更多。那问道 V9 首先就给大家准备了贴心的价值1万元的购置税补贴。那很多用户买 MPV 都有旧车置换需求，问道 V9 给大家准备了价值5000元的置换补贴。买新能源大家都必不可少的充电桩、车机流量，问道 V9 还准备了价值11000元的用车保障权益。换新车还要添置头枕、腰靠等车用精品，问道 V9 还有价值1880元的先见问道礼，舒适腰靠和全车头枕全部配齐。最后也是用户最关心的电池安全，问道 V9 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价值5000元电池全周期守护送给大家。我们承诺3电系统终身质保，8年15万公里电池衰减超限值，我们不是修，我们只换不修。电池自燃少一赔一。好，总价值32880元，这就是极狐问道 V9 的预售权益，给不给力？还有更给力的，下面我宣布，极狐问道 V9 的预售价格为，大家刚才都说40万，还有说45万、50万的，看看大家猜的准不准？极狐问道 V9 预售价格为，问道 V9 1250 Max， 购置税补贴后价格219900。空间、安全、动力入门即满配。问道 V9 1250 Max 加，购置税补贴后价格244900。舒享和智能升级，行业首创国家大剧院声学座舱，全部一步到位。问道 V9 1330 Ultra， 购置税补贴后价格265900。纯电续航升级到310公里，综合续航来到了1330公里。别人是冰箱彩电大沙发，
问道微酒给到大家的是大彩电、大冰箱、大沙发，还有残序函。问道微酒1330 Ultra 加，购置税补贴后价格286900，底盘和舒享拉满，16变魔毯悬架加顶级舒适配置，全部一步到位，怎么样？给不给力？的确，我们在定价的过程中一直充满了纠结。按配置算，起售价我们怎么着也得定个30几万以上。但很多朋友强烈建议我们能够坚持高端平权，把价格打下来。反复研究之后，在建勇董事长的支持下，我们决定这样定价。那些花里胡哨的、用不上的，我们就不让用户花冤枉钱。但用户的痛点、用户的真实需求，我们必须全部都上。正如建勇董事长所说的，问道就是回归品质、安全、舒享、好开、好用的用车本质。我们始终坚信，真正的高端不由价格定义，而是由用户价值的极致呈现。真正的旗舰不是参数炫技，而是用户体验的自在从容。问道微酒的向上之道，不是为了高端而高端，而是在满足用户需求、解决用户痛点的过程当中自成高端。这就是全域舒享旗舰 MPV 问道微酒。心有所向，行必有达，知行合一，方见格局。愿每一位选择问道微酒的用户朋友，人生星辰，行稳致远，胸怀万象，志得从容。谢谢大家。感谢各位领导为我们深度诠释极狐问道微酒的非凡底蕴和全域实力，让这份东方出行的极致驾乘体验从此触手可及。循万物之道，复从容之约。本次万物有道，自得从容极狐问道系列发布暨问道微酒预售发布会至此圆满结束。